我们撰写程式的目的，除了是要建立商业逻辑中判断的条件，还要善用电脑快速运算的能力，在商业逻辑中执行反复出现的规则运算。其中 for 回圈和while 回圈就是我们两个好用的工具。如果你想要指定程式执行的次数，或是从容器形态中的物件依序取出里面的值，像是我先前介绍过的 list、tuple 形态，还有之后影片会介绍的 dictionary 和 set， 都可以使用 for 回圈来达成。while 回圈则是依据某些条件判断是否执行回圈中的程式。这段影片将会介绍这两个回圈的详细用法。刚才提到我们可以使用 for 回圈将容器形态中的资料依序取出。严格说起来，只要是物件中具有这个函式，都可以使用 for 回圈来取得资料。除了我们所熟知的 list、tuple 这些形态以外，像是字串 string 也是可以使用 for 回圈的，因为字串就是由多个字元所组成的一个物件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示范 for 回圈的用法。首先我们这里要先建立一个变数，名称为 names 的 list， 并且在里面放入资料，然后我们要使用 for 回圈将资料一个一个取出。我在 for 回圈的后面设定一个新的变数 s，list 当中取出的其中一笔资料，我们会先暂时放在 s 当中，等下面 for 回圈执行完成后，会再放下一笔新的资料到 s 当中。接着我们在 in 的后面接上 list 变数的名称，在这里我们写上 names， 最后加上冒号，下方只是缩排，代表这个 for 回圈要执行的区块，列印出所有的资料内容。OK， 我们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示范，这个就是 for 回圈最基本的用法。而 tuple 的示范，我在上一个影片函式的课程中也有介绍过，你可以在 Codejun 频道中参考这个影片的内容。除了读取容器形态的资料以外，我们也可以指定 for 回圈下方的程式区块执行的次数和范围区间。我们可以使用 range， 在括弧中输入参数，分别是起始值、结束值和步进值。如果你没有设定起始值，那么 range 预设起始值从0开始，结束点则不包含你所设定的数字。这边我要执行3次程式，我放入一个停止参数3，下方则会列印3次，但列印出来的结果会是从0开始直到2，并不会列印出3这个数字。如果我们要列印从2到5的数字，则是放入2个参数，这次我们要指定一个起始值2，另一个则是结束数字5。执行后你就可以看到列印出2、3、4的结果。最后我们还可以加上步进值，像是我想列印出1、3、5、7、9，这些数字之间都差距2，那么我可以先取一个区间1到10，然后在后方加上一个步进值参数2，这样程式就会从1开始，每2个数值区间列印一次。OK， 执行完成后，你就可以理解在 for 回圈中使用 range 的方式了。当我们理解 for 回圈的用法后，我们要加入2个关键字的概念，用来控制 for 回圈在执行过程中的流程，分别是 break 和 continue。当程式执行到 break 这行时，就会跳出回圈，不再继续往下执行，而 continue 则是停止这次回圈的动作，但仍然继续执行后续的任务。这2个关键字的差异，我用桌游来解释。我们玩桌游的时候会一轮一轮的玩， continue 的意思是我这一轮抽到了暂停的卡牌，所以我这一轮不能玩，但我旁边的朋友可以继续动作。而 break 的意思是我赢了，我下一家不用玩了，通通都结束了。来到程式这边，我在刚才的范例中加上一个 if 的判断条件，如果数字等于3，那我就先暂停，所以我用 continue 试试。结果就是跳过3，但仍然列印后面的数字。接着我改成 break， 执行后你就会看到只列印到1就结束了。了解 for 回圈的用法后，我们再来介绍 while 回圈。while 可以借由条件式的判断结果来决定是否执行回圈中的程式码区块。如果判断结果是 true，
那么程式就会进入回圈中执行。它与 for 回圈的差异在于，进入回圈的执行方式不是依据次数或数量，而是条件式的判断结果。如果你在 while 后方直接写上 true， 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无穷回圈，除非在回圈中执行 break， 否则它会一直不断反复执行。我现在要制作一个猜数字的程式，示范 while 回圈的用法。在这边我想做一个随机乱数取1到10之间的一个数字，让使用者可以输入数字，猜猜看有没有猜中程式随机取得的号码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介绍 Python 中如何汇入模组和其他档案程式码的方式。Python 程式语言中有许多好用的模组工具，像是爬虫、资料分析等等。这些模组可以简化我们开发系统的过程，不用再闭门造车，花时间做一个人家已经做好的东西。Python 汇入的方式很简单，例如我在这边要随机取得一个数字，我可以使用 import 这个关键字，后面写上模组的名称 return， 这样我就可以让随机变数 n 取得 return 中的函式 readInt 回传的结果。readInt 这个函式可以随机产生一个整数，括弧中可以输入随机产生的区间范围，在这边我输入1到10，下面则是让使用者可以输入要猜的数字。接着我要让使用者可以反复的猜数字，如果猜对了，我就告诉他答对了，并且结束程式；如果猜错了，就继续猜。所以我在这里使用while回圈，并且在条件式中判断他是否有猜对。如果猜不对，我就进入回圈，告诉他猜的比较大还是比较小。然后请他继续输入新的数字。最后如果猜对了，跳出while回圈，那我们就列印出你猜对了。最后执行，看看我要猜几次才会猜到。猜到咯。这个影片我们学到 for 回圈和while回圈的用法。看完影片后，你可以将程式码输入到 Reply， 或是使用你习惯的程式编辑软体上面玩玩看，看看你要猜中几次才会猜中。Codegen 频道主要是分享程式语言教学和电脑网络相关知识，像是今天影片中所介绍的 for 回圈和while回圈。如果你想要收到最新消息，欢迎订阅 Codegen 频道，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